王爷，他确实是吊死的。当真？他颈前有一道紫黑色的勒痕，位于喉结下方，所以他唇齿微张，舌尖探出。这道勒痕从他颈前一直延伸到他耳边，而且他腿上有血印，确实是吊死的。不过，他应该不是自己把自己吊死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身上有些淤伤，应该是临死前和人打斗过，但又不像是和人面对面打斗造成的。什么意思？他双手手腕有明显被人大力抓握的淤伤，但他身上其他的淤伤大多都在他四肢的侧面和背面。这一下真不知是怎么打的。这些淤伤在什么部位？他左腿的外侧位置上有条状的淤伤，是磕在坚硬的棱上造成的。王爷，我们来试一试。好。如此挣扎，是否伤处就会在四肢的背面或侧面？对，一定是这样的。可此人为何会与张太医如此打斗？张太医年逾60，又无功夫在身，一道重击将他制服并非难事，怎会费如此周章？我知道了，他是要先把张太医在床榻上捂晕过去，然后再吊在房梁上，这样看起来就和吊死没什么区别了。我在死者的鼻子里发现了一些白色的细絮，我还纳闷那是什么东西呢，原来就是棉被里的棉絮。他一定是在被捂住口鼻时奋力挣扎吸进去的。可是，发现死者的人明明是看到死者当着他们的面踹凳子的。我听说，他们发现的时候，死者还吊在梁上直晃荡呢。如果他真是这样被杀死的话，那2名发现死者的太医，是不是就撒谎了呢？陛下，臣已查明，太医张叔之死并非悬梁自尽，而是被人用棉被捂至晕厥之后，悬吊于梁上而死。真是无稽之谈！当日太医署的2名医官亲眼见到，张太医自己踢倒了凳子，只不过他年迈体弱，才没能救得过来。当日是谁发现张叔上吊死的？朕来问你们，当日是否亲眼看见张叔是自己踢倒凳子的？是。陛下，臣相信2位医官并没有撒谎。安郡王，你一会儿说张太医是被害死的，一会儿又说2位太医没有撒谎，你到底是什么意思啊？啊？张叔确实是被他人所杀，2位医官也都没有撒谎，他们只是被凶手的障眼法所骗，误以为自己看到的当真就是张太医踢凳子自杀的一幕。陛下明鉴，安郡王明察。陛下，旁边这间屋子与案发之地一模一样，臣已将屋中布置为案发时的情形，还请陛下移驾亲自去看看，凶手是如何掩人耳目的。好。陛下，
屋内已如死者被害之夜一般布置妥当，只要重演当夜2位医官发现死者的过程，便可真相大白。陛下，我来。2位医官，当日你们推门之前，这门扇可是如现在这般？正是。韩尚书，请吧。2位医官，你们当日听到看到的，可是如此？是，正是这样，分毫不差。这怎么可能呢？木头假人自然不会自己踢翻凳子，这不过是凶手布下的一个小小的机关罢了。陛下，凶手五云张太医之后，就是用此绳做出了张太医自尽的模样。而后用凳子斜立于死者脚下，以死者的双脚挡住凳面，在凳子着地处支上一支毛笔，使凳子刚刚好不会倒下。之后虚掩房门，将细杆放于此相接之处，待一有人推门，细杆击中毛笔，凳子失稳倒地，毛笔滚至一旁，尸体吊于悬梁晃动。快救人呐！这便是2位医官当时看到的场景。陛下，这便是刚才支在凳子底下的毛笔，而这一支是张太医屋中的毛笔。陛下仔细对比，能发现2支毛笔的尾端都有几乎相同的磨痕，笔锋分散形状也几乎相同。果真如此。现场散在地上的药材和药包，也都是凶手为了掩饰这一机关手法，故意散在地上，使得地上的毛笔和竹竿看起来不至于太过显眼。众卿，安郡王这番推断，你们可有何异议？臣无异议。臣也无异议。萧锦瑜，你既已知凶手是如何行凶的，可也知道这凶手是何人喽？凶手煞费苦心设下此局，但此局有一致命的缺点，就是凶手在布置完机关之后，只能翻窗离开现场。而那晚，凶手翻窗逃离现场时，匆忙之间被窗上的一根木刺勾下了身上的一根丝线。这好像是……陛下明鉴，这丝线正是来自宦官衣服的内衬。孙公公，当晚太医署进出记录上有你的名字，时辰也与张太医出事的时辰相吻合。据查，孙公公尚未申领新的官服，不知可否当着众人的面看看你身上这件官服的内衬？王爷，您这是何意呀？陛下，凶手正是此人。陛下，
奴婢什么都不知道啊，真的不知道。师傅，师傅，师傅，救救我啊！师傅，师傅，救救我啊！师傅，师傅，救救我！大胆奴才，竟敢在御前行凶！哼！陛下，这恶徒犯下了如此罪孽，实为老奴管教不严。今日安郡王已经查清了真相，铁证如山，足以定案了。老奴掌管内侍省，有训诫惩处供人之责。即便这个恶徒平时称老奴一声师傅，老奴也断不能姑息包庇于他，必须得严惩。陛下，老奴出手是急了点，可这恶徒若是狗急跳墙，伤及陛下的龙体，老奴就追悔莫及了。陛下，老奴一片忠心呐，还望陛下见谅。秦公公，你恐怕不是要惩处孙明德，而是怕再不杀他，他就会在惊惧之下供出你是如何想要利用张叔之死，给我母亲扣上一个窝藏逆党遗后、欺君罔上的罪名吧，从而提防我回京，携带铁证，揭露你们当年颠倒黑白、冤杀剑南节度使的罪行吧。哎呀，安郡王啊，孙明德之罪是您刚刚亲自在陛下和众臣面前证明出来的呀，对吧？我相信了您的推断，我才就地正法了这个恶徒。您现在说这样的话，我跟您讲，老奴可真的就听不明白了。陛下，还望陛下为老奴主持公道。萧锦瑜，这怎么又扯到剑南节度使那儿去了？到底怎么回事？你把话说清楚。陛下，臣此行西南，找到了臣失踪多年的父亲文宗朝监察御史萧何。家父已于5年前在黔州过世，遗体臣已带回长安。家父临终前留有证物，并且将当年遭遇的一切以反切法原理编制密语，书于他的遗言之中。恳请陛下准臣呈上遗书和证物。准。殿下，殿下，出事了！薛府的人全都不知去向。什么？兵部也打探不出任何消息。再就是那安郡王已回长安了。他能活着回来，那就说明是西南军中败了，兵败之事绝不可泄露。殿下，城中十分危急，应该尽早谋事啊！尽早谋事。本王谋事10余载，倾尽心力。此时本与他毫无干系，他既非要与本王为敌，那就怪不得本王了。我让你安排的人和地方都安排妥当了。殿下放心，在下已经安排妥当。
萧锦瑜，你是我教出来的，你以为你逃得出我的手掌心吗？陛下，臣已将发现家父遗书的经过和遗书解译后的内容尽述于奏本之中，请陛下过目。家父当年奉密旨前往西南，召剑南节度使陈英入京讨贼。陈英率2万余众奉旨赶赴长安，却被宦官污蔑为反贼，惨遭伏杀屠戮。家父为正剑南节度使众人清白，携密诏拼死冲出重围，但因秦鸾一党唯恐家父返京，揭露真相，多年来一面在京中设下重重暗哨埋伏，一面派人平往西南搜捕追杀，使得家父至死都未能返京沉冤。臣此次赶赴西南，幸而循着家父生前留下的线索，找到家父临终前留下的遗书和种种证物，方才得知这数万忠骨沉埋西南之地的冤情。臣恳请陛下重查此案，还剑南节度使陈英一众忠义之师以清白之名。秦鸾，陛下，老奴当年带兵奔赴西南，绞杀反贼，是奉了文宗皇帝的旨意，此事朝野皆知。当年西南事发之时，安郡王还没有出生呢。事情过去了这么多年了，他只是去了西南一趟，带回了一具陈年尸体和几件极易伪造的所谓证据。今天就在这儿混淆视听，颠倒黑白。安郡王恐怕是为了西平公主和自己脱罪，在巧言歪曲当年的事实。陛下，事关重大，请陛下明察。陛下，臣还有一证据，可证明秦鸾绝不清白。还有什么？一并拿出来。三法司仵作楚楚，叩见陛下。陛下，您看看，她就是逆党遗后云缢之女。